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国庆首日票房 4.9 亿超去年同期志愿军2 749局领跑，浴火之路7339万元名列第3。10月1日，今年国庆长假第一天，10部新片扎堆上映，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迎来久违的井喷行情。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当天全国票房 4.94 亿元，不仅超过去年同期的 4.3 亿元，也创下今年春节档之后最佳单日票房成绩。749局当天豪取 1.7 亿元票房，夺得单日票房冠军。志愿军存亡之战 1.5 亿元位居第2，累计票房2亿元，与前者一起领跑国庆档。浴火之路7339万元名列第3，危机航线2819万元第4，熊猫计划2785万元第5。今年国庆共有10部新片上映，其中8部真人电影，2部动画片，涵盖战争、科幻、喜剧、犯罪、动作、灾难、动画等多种类型和题材，上映新片数量之多，超出历年国庆档。9月30日，志愿军存亡之战、危机航线、出入平安3部影片率先上映，当天是工作日。大盘表现平平，仅收获9353万元票房。志愿军存亡之战以4685万元票房夺得当日票房冠军，远超第2名的危机航线，让人看到这部抗美援朝大片的票房号召力。10月1日749局等其余7部新片扎堆上映，10部新片一起带热了电影市场，满足着全国观众在国庆假期的观影需求。当天大盘报收 4.9 亿元，不仅超过去年同期的 4.3 亿元，也创下今年春节档之后最佳单日票房成绩，令人欣喜。陆川编剧并执导，王俊凯、苗苗、郑恺、任敏、辛柏青领衔主演，李晨特邀主演，张钧甯、李梦、杨浩宇特别主演的科幻冒险怪兽大片749局上映首日以 1.7 亿元夺得当天票房冠军，上座率 34.5%， 高居国庆所有新片榜首。该片具有国产片中少有的怪兽、超能力和科幻元素。王俊凯饰演的马山身上长出翅膀，能在天空翱翔的超能力，令人想到蜘蛛侠、蝙蝠侠、钢铁侠等漫威和 DC 的超级英雄。马山和749局的战友一起拯救城市的过程，也和此类好莱坞超英大片异曲同工，不过这回是中国的超级英雄。影片虽然在剧情、人物和特效制作上存在不足，但作为一部货真价实的国产特效科幻冒险大片，有中国的超能力少年银幕英雄，有中国电影人制作的怪鸟等怪兽，还有当红年轻偶像明星王俊凯加持，上映首日票房爆火，可以理解。志愿军存亡之战由陈凯歌执导，张科编剧，朱一龙、辛柏青、张子枫、朱亚文、陈飞宇、王彦辉、肖央领衔主演，吴京特别主演，众多明星参演，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临津江战役和铁原阻击战的故事。该片比第1部的剧情和人物更集中，志愿军备战、挖战壕、修建工事，以及与美军斗智斗勇。激烈战斗的过程更细腻，战争场面依然逼真震撼，惊心动魄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尤其是志愿军用汽油桶、放水烟等土办法击毁美军坦克，击败美军的场面看得人解气。该片是一部高水准的新主流战争大片，10月1日拿到 1.53 亿元票房，远超第1部去年同期的8565万元，最终票房肯定将超过第1部的 8.68 亿元。10部新片票房悬殊，刘江江新片掉队，伍佰执导，尚可编剧，肖央、赵丽颖领衔主演，
刘烨特别出演的犯罪动作片《浴火之路》，以7339万元票房位居第3名。该片讲述3位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父母寻子复仇的故事，有伍佰导演一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，一贯的大尺度，以及对正反面人物传神的刻画。肖央作为今年国庆档最忙的演员，领衔主演《浴火之路》出入平安，参与主演《志愿军：存亡之战》，在本片中有出色发挥。刘烨的表演也很精彩，演出了角色的硬朗仗义、至情至性。国庆档首日战罢，10部新片票房悬殊，明显形成3个梯队749局和《志愿军：存亡之战》票房遥遥领先，是第1梯队。今年国庆档票房冠军将在这2部影片中诞生。《浴火之路：危机航线：熊猫计划》首日票房在2000万元以上，是第2梯队，其余6部影片属于第3梯队，首日票房均不到1000万元。最低的《皮皮鲁和鲁西》西之309暗示仅129万元，最高的《爆款好人》819万元。彭顺执导，白宇、陈迅编剧，刘德华、张子枫、屈楚萧领衔主演的犯罪动作片《危机航线》，与去年国庆档的《莫斯科行动》类型相似，原本被一些影迷寄以厚望，但影片一些桥段不合情理，人物也比较单薄，虽然场面比较惊险，有一定观赏性，但没能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。张鸾执导，成龙和魏翔领衔主演的《熊猫计划》上映首日排片仅 8.6%， 但凭借 19.2% 的不错上座率，收获2785万元票房，单日票房将反超《危机航线》。该片是成龙回归他最擅长的动作喜剧的作品，在成龙近几年的电影中算是不错的。喜欢成龙和这类影片的观众不妨去看看。宁浩、徐磊执导，葛优、李雪琴、杨浩宇、吴磊、贾冰等出演的喜剧片《爆款好人》上映前关注度一直不高，上映首日排片仅 4.8%。但影视风向标小编看完后发现，虽然略显平淡，但贴近生活，笑点不少。葛优的表演很稳健，比冯小刚的《非诚勿扰3》强多了，值得更高的票房。令人比较失望的是刘江江导演的新片《出入平安》，该片由刘江江、黄乐乐编剧，肖央、阿云嘎、古力娜扎、黄小磊领衔主演。讲述死刑犯郑立棍，肖央饰演在押送去刑场枪毙的途中突遇地震，他与狱警尉迟晓、阿云嘎饰演等人如何做出人性抉择的故事。这本是一个能出彩的故事，但是导演对影片风格的把握失控，前半部分喜剧元素的加入实在不合时宜，冲淡了震后救人的紧迫感和危急感。救人现场办婚礼的桥段过于煽情和文艺，脱离现实。结尾郑立棍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，也与他震后一直想去找老婆的行为自相矛盾。或许正因存在以上种种问题，该片上映仅2天票房和排片就已经掉队，10月1日排片占比 5.7%， 比爆款好人略高，但上座率仅 5.5%， 仅拿到638万元票房，2天累计票房1273万元，票房和口碑不如刘江江导演成名作《人生大事》已成定局，令人遗憾。超预期原因分析 ：A 股大涨助力影视，今年暑期档的低迷和中秋档的惨淡，让很多人原本也不看好国庆档，没想到首日市场表现不错，大幅超出很多业内人士预期。虽然距2019年国庆档首日 8.15 亿元的影史同期最高纪录尚有不小差距，但比去年同日 4.3 亿元的票房增长 15%。之所以如此，影视风向标编辑部在已观看了国庆档7部真人电影的基础上，全档一回事后诸葛亮，简单分析一下原因。首先，今年国庆档有志愿军
存亡之战》和《749局》两部真正意义的大片。无论是制作体量、视觉效果还是演员阵容来看，都是近几年国产大片中的佼佼者。这两部影片票房的火爆，直接带动了今年国庆档电影市场大盘。749局虽然口碑不如《志愿军》《存亡之战》，特效与《流浪地球》等顶尖国产科幻大片相比，也有较大差距，但加入了国产片中少见的怪兽元素，这是该片吸引年轻观众的重要原因。其次，今年国庆档上映新片多达10部，是历年国庆假期最多的，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类型、元素来看，都堪称供给丰富，基本上能满足不同年龄、不同层次观众的观影需求。影片总体质量也在水准线之上。第三，国庆节前几天 ，A 股出现久违的大涨行情，涨幅之大前所未有，相当于给全国亿万股民和亿万家庭发了一个大红包。尽管很多股民仍未回本，但是账上的钱回来了的幸福感觉，以及对节后股市的期待，让老百姓在国庆假期消费更有底气和信心。这或许是今年国庆档影视表现超出预期的一个重要间接原因。从10月1日电影市场的表现来看，今年国庆档日均票房超过去年国庆肯定没有问题。不过去年国庆假期因为和中秋节合并，有8天假期，9月29日至10月6日，今年国庆节只有7天假期，10月1日至7日。档期票房能否超过去年国庆档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